3i 阿特拉斯最新的消息来了，它将于3天後接近火星軌道。而歐洲航天局 ESA 已經宣布，將於10月1日至7日期間組織一次聯合觀測行動，動用在軌的火星探測器、地基天文台和空間望遠鏡，對這位來自銀河系深處的訪客展開全面研究。在展開這項研究之前，我們先看看3i 阿特拉斯在過去的1個月都發生了哪些新的變化。最近一篇來自休斯敦紀事報的新聞稱，3i 阿特拉斯大小與質量可能異常巨大，估算其質量可能超過330億噸。報道中指出，儘管它有明顯的彗星噴發活動，但在軌道運動中並未觀測到明顯的非重力加速度偏離。這意味着，如果噴氣作用沒有顯著影響它的軌道，那麼其本體核必須足夠重，以抵消這些力的影響。科學家基於它的噴發量乘以噴氣速度，再除以非引力加速度上限這個比值，研究者逆推出它的質量下限可能極高，超過330億噸。如果這一估算成立，那它將比奧莫莫的質量大10萬多倍。其最小直徑為5公里，最大直徑可達46公里，比曼哈頓還要大。就是這樣的一顆星際巨獸，將在3天後靠近火星軌道，而它與火星表面最近處僅有3000萬公里。目前火星軌道上共有多顆運行中的探測器，其中 ESA 主導或參與的2顆探測器最為關鍵。他們的火星快車號和 ExoMars 軌道器已經對準3i 阿特拉斯，隨時準備迎接這位星際訪客。火星快車號2003年進入火星軌道，是 ESA 歷史上最成功的長期任務之一。雖然服役超過20年，但其多個科學儀器依然在運行，尤其是它的 Omega 光譜儀，可探測從可見光到紅外的波段，適合分析彗星噴發的氣體成分。此外還有 HRSC 相機，儘管主要用於火星表面成像，但在特定情況下也能用於深空目標追蹤。在3i 阿特拉斯接近火星時，火星快車號將被調度，嘗試捕捉其光譜特徵，獲取分子成分信息。ExoMars 軌道器，這是 ESA 與俄羅斯合作的任務，於2016年進入火星軌道，主要任務是探測火星大氣中的衡量氣體。它搭載的 NOMAD 光譜儀具備極高靈敏度，可以分析極微弱的分子信號。在這次行動中， NOMAD 將嘗試對3i 阿特拉斯的繪法進行精確成分測量，尤其是水汽、一氧化碳和甲烷等分子將是觀測重點。憑借其高靈敏度， TGO 有望獲得比地基望遠鏡更準確的化學成分譜。除了火星探測器， ESA 還將協調地球上的望遠鏡與空間望遠鏡，實現跨平台聯動。ESO 的甚大望遠鏡具備極高的光譜分辨率，可以補充火星軌道器的數據。它將主要負責長時間追蹤3i 阿特拉斯的軌跡，分析其塵埃粒子的特徵，驗證它是否存在特殊的分子或未知的光譜線。ESA 還計劃與 NASA 協調，在3i 阿特拉斯過境火星期間，為詹姆斯·韋伯望遠鏡預留一部分觀測時間，以便更準確地解析它的水冰和二氧化碳冰的風度，搜尋複雜有機分子的特徵信號。除此之外，蓋亞天文衛星也將調動觀測。蓋亞雖然主要任務是繪製銀河系星圖，但在彗星軌道追蹤中也能提供輔助數據，用於精確修正3i 阿特拉斯的軌道計算。這一次 ESA 借助火星軌道器與地表探測車對3i 阿特拉斯的近距離觀測，不僅是一次單純的天文記錄，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科學機遇。它的真實質量大小、釋放的氣體組成成分是否真的是外星飛船訪客，可能都會在這接下來1周的觀測中有一個初步答案。如果它就是一顆非同尋常的星際彗星，那它將為科學家帶來不可估量的科學價值。如果3i 阿特拉斯的成分與太陽系彗星截然不同，出現罕見或完全陌生的分子組合，則可能揭示銀河系物質演化的多樣性。科學家尤其期待在3i 阿特拉斯的噴氣物質中發現複雜的有機分子，比如氨基酸前體或長鏈碳氫化合物。火星探測器的分析能力足以檢測微量有機分子，這將為生命原料可以在銀河系中普遍存在提供關鍵證據，甚至可能支持生命跨星際傳播的胚種論設想。此外，3i 阿特拉斯的非引力效應，由噴氣造成的軌道偏移，比以往觀測到的星際天體更明顯。
火星軌道提供了與地球不同的觀測幾何角度，能幫助科學家校準其真實軌道，進而改進現有的星際天體動力學模型。這對未來預測其他星際訪客的軌跡至關重要。火星稀薄的大氣和軌道器上的微塵探測器有望首次直接捕捉來自星際的固體顆粒。如果成功，這些樣本將是人類第一次獲得的星際物質樣本。對比分析它們與太陽系塵埃的差異，將為理解星際雲和行星形成提供無可替代的第一手資料。無論如何，3I 阿特拉斯是人類與星際深空的一次罕見邂逅，而 ESA 選擇在火星軌道上抬起望遠鏡，將其視為一次絕佳的實驗場。這不僅是科學上的挑戰，更是人類對未知的主動回應。通過火星探測器、地基望遠鏡與空間望遠鏡的多層次協作，我們將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從多個角度對一顆星際彗星展開圍觀。無論最終的結果如何，3I 阿特拉斯都將為我們留下新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火星的夜空下，人類的探測器正在準備着記錄下這場跨越星際的相遇。